宏大叙事是需要你忘记生活中的问题，但人们真正愿意买单的却是日常中的柴米油盐。1945年的美国终于结束了2战，5年以后，美国人最爱看的故事却不是英雄拯救世界，而是看灰姑娘。因为战争结束以后，普通人已经不想天天拯救世界了，他们更想做一些没那么伟大的事情，找份工作，买套房，然后结婚生子。一个社会经历过太多大事以后，最大的愿望往往只剩2个字，就是正常。2战期间，迪士尼工作室看起来非常忙，给军方制作训练片，给政府部门制作教育影片。唐老鸭甚至还被财政部门临时调去干过催人报税的活。但2战结束后，迪士尼工作室债务已经达到大约400万美元。他急需一部真正能打动美国观众的影片，给迪士尼迅速回血。1944年，罗斯福签署军人安置法，退伍军人可以获得教育、职业培训和住房贷款等支持。到1951年前后，已经有接近800万退伍军人使用教育和培训福利，约240万人获得联邦支持的住房、农场或商业贷款。这意味着几百万原本刚从军营里出来的年轻人，突然多了一条新的人生路线。人生规划终于从国际局势降级到了认真思考怎么去过好生活。战争结束以后，连房子都开始进入批量生产模式，越来越多年轻家庭搬进郊区，移动自己的房子，一辆汽车，厨房里有冰箱，客厅以后还能再塞一台电视。这些今天看来非常普通的东西，但对刚经历过大萧条和战争的一代人来说，却意味着一件很具体的事。我的生活真的可能比父母好一点。生活过得好有一个重要体现，就是结婚结得早。1950年，美国男性第一次结婚的年龄中位数大约22岁，女性只有20岁。紧跟着美国婴儿潮也来了，整个社会突然从怎样共同撑过危机，进入怎样经营自己的小家庭。而就在这时，迪士尼推出了灰姑娘。故事里的女主角没有拯救国家，没有征服世界，她甚至没有什么宏伟理想，她只是每天起床干活，照顾别人，然后默默希望我的生活能不能有一天不再一直这样。灰姑娘原本是一个普通家庭的女儿，父亲去世以后，继母特曼妮掌握了家庭。灰姑娘被赶到阁楼，慢慢从家里的小姐变成了家里的佣人，而且还是全屋最忙、待遇最差的那种。而战争时期，美国工人是干得更久，工资受控，消费又受限，因为所有资源都要倾斜到战争上。这时候再看灰姑娘想参加舞会的情节，就很容易引起美国观众的共鸣。灰姑娘真正想要的不只是见王子，而是终于有一个晚上不替别人干活，而是属于自己。可继母最狠的地方是她没有直接说不许去，她反而非常公平地告诉灰姑娘，当然可以，只要把工作做完，再准备好裙子，然后开始不断追加任务。灰姑娘真正让美国人共鸣的是一个承担最多劳动的人，为什么反而最没有权利决定自己的时间？而迪士尼接下来还要再狠一点，他不准备马上让仙女出来救场，他要先让灰姑娘相信一次，这次我真的可以自由了。灰姑娘把活干完后，虽然她忙得没时间改裙子，但平时被她照顾的老鼠和小鸟偷偷帮忙，把姐姐不要的珠链和腰带缝到了母亲留下的旧裙子上。等家里人准备出门时，灰姑娘穿着裙子跑下来，因为按照继母自己制定的规则，灰姑娘完成了一切就能去参加宴会。结果2个姐姐认出裙子上的装饰，冲上去把项链扯掉，腰带撕掉，最后连整条裙子都弄得破破烂烂。灰姑娘把要求全部完成以后才发现，只要决定结果的人不想让你进去，条件随时都能变。1950年前后的美国，战后经济确实在增长，教育、住房、工作机会都在增加。可现实里，工人还在为工资争取利益，女性在工作与家庭之间重新寻找位置，不同家庭获得住房和教育机会的难度也并不一样。所以这时美国人真正焦虑的已经不是有没有机会，而是机会明明就在眼前，什么时候才能真的轮到我？灰姑娘就是这种感觉，舞会已经开始，门也开着，她甚至已经穿好了裙子，最后却连台阶都没走出去。于是她跑到花园里，第一次彻底崩溃。也就在这一刻，仙女教母才出现。这个时间点非常关键，如果仙女一开场就把南瓜变马车，把旧衣服变礼服，观众最多觉得魔法不错。但华特偏偏先让观众陪灰姑娘憋了这么久，所以当礼服真正出现的时候，观众想的已经不是漂亮，而是终于轮到她了。这就是迪士尼很懂观众的地方。真正的爽点从来不是突然给你一个奖励，而是先让你觉得这个奖励她早就该拿到了。可仙女并没有替灰姑娘把问题全部解决，继母还在，房子也没有还给她，甚至连礼服和马车都只保修到午夜12点。仙女真正给她的只是一次看看另一种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的。灰姑娘这部影片如果放在今天的美国，一定无法大爆，就算它的动画效果雕出花来都难以做到，但在1950年的美国它就能爆。1950年2月22日，纽约梅菲尔剧院上映，影院甚至提前开门，开场前已经有约200人排队。按1950年全年美国加拿大院线发行商租金口径，它大约拿到415万美元，排在当年最卖座影片前列。最终全球影院收入达到大约700万到800万美元。1950年8月，影片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因为公众需求过于强烈，又重新回到影院上映。电影才上映几个月，观众已经开始要求2刷。迪士尼官方后来总结1950年时，直接把这一年称为公司重新向前推进的重要节点。
真正看懂灰姑娘，就会发现继母特曼妮其实很少大喊大叫，她最狠的地方是把欺负灰姑娘做得非常有秩序。父亲去世以后，她先做第一件事是把灰姑娘从家里的人变成家里的佣人。特曼妮掌权以后，把她赶到阁楼，把家产大量花在自己的2个女儿身上，再让灰姑娘承担家务劳动。第二步是控制她的时间，灰姑娘每天有做不完的家务，2个姐姐一个要求熨衣服，一个要求准备衣服，继母不断增加任务。第三步是不断削弱她的自我价值。灰姑娘不是能力差，她年轻漂亮，会唱歌，也很受动物朋友喜欢。而继母恰恰知道这一点，所以她真正要做的不只是让灰姑娘干活，而是要让她没有机会进入竞争场。你可以漂亮，但最好待在厨房；你可以有能力，但最好忙到没时间展示。第四步是把伤害外包给2个女儿，所以纯黑脸的操作都交给了女儿去干。继母继续保持高雅，可实际上最坏的就是她。第五步才是最明显的升级。舞会结束后，王宫拿着水晶鞋挨家挨户寻找那个女孩。特曼妮从灰姑娘的表情判断出她就是王子寻找的人，于是他直接把灰姑娘锁进阁楼。所以这个人物真正完整的逻辑是：能靠规则赢就讲规则，规则赢不了就控制信息，信息控制不住就限制行动。而继母最害怕的从来不是灰姑娘不听话，而是灰姑娘有一天发现自己其实可以不需要她。